聊聊周深反身代词破8000万这件事。限购时代，好音乐到底靠什么出圈？2026年4月26日，华语乐坛算是真真切切的热闹了一把。周深第2张个人专辑《反身代词》数字版销售额正式跨过了8000万元人民币的大关，不仅一举刷新了内地数字专辑在限购政策下的销量记录，更以断层式的优势稳稳领跑行业。坦白讲，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惊叹于数据的庞大，而是隐隐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在如今这个热搜3天一换、爆款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环境里，一张专辑能靠作品本身的质地跑出这样一条长红曲线，本身就极具说服力。这不仅仅是一个刷新行业天花板的商业成绩，更像是一记清晰的回音，直接砸在了当下略显浮躁的音乐市场上。与此同时，官方顺势宣布实体版将于5月正式发售，等于给这场已经持续了近2年的音乐长跑又续上了一段全新的期待。作为一个长期观察华语流行乐生态的听众，我真心觉得这种不靠营销噱头，纯靠作品内核发酵的热度，比任何饭圈打榜都来得有底气、有分量。咱们把时间轴稍微往回拨一拨，看看这张专辑是怎么一步步走出反常规轨迹的。反身代词自2024年5月19日数字版上线以来，开局就相当凌厉，首日销售额突破2500万，首周标至3000万，首月便站稳3500万。如果故事只停留在首月，那它充其量也就是个靠粉丝基数和首发效应推起来的现象级爆款。但真正让人服气的是它接下来的表现。截至今年4月，累计销量已突破263万张，毫无悬念的稳坐限购政策后内地数字专辑的头把交椅。更值得细品的是数据背后的结构，足足 70% 的销量是在首月之后慢慢沉淀，持续累积起来的。你想想，在如今碎片化娱乐消费主导的语境下，一张数字专辑的单日销售额还能屡次突破10万元，这种长尾效应有多罕见？我个人一直对数字专辑的消费模式持保留态度，总觉得他们很容易沦为快消品，上架热一阵，随后迅速被新歌淹没。但反身代词硬生生打破了这个魔咒。他用实打实的流水向市场证明，只要旋律抓人，制作精良，情感能精准触达听众内心的共振频率，大众是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持续复购的。这种不靠冲榜，全靠自来水扩散和路人盘支撑的节奏，恰恰是音乐回归本质最生动的注脚。要真正看懂这8000万的分量，咱们还得把背景板拉回2021年。那时候各大平台陆续推出数字专辑限购政策，初衷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遏制粉丝非理性打头、重复购买等饭圈乱象。政策落地后，华语数字专辑市场确实经历了一阵倒春寒，整体数据肉眼可见地缩水，不少唱片公司甚至一度对数字发行持谨慎观望态度。毕竟，过去那种靠粉丝氪金硬冲销量的玩法不灵了，市场一时之间有点找不到发力点。但反身代词的突围，简直就像给整个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用8000万的实际清晰地划定了一条线，剥离了流量泡沫和情绪化消费之后，优质内容依然是驱动市场最核心的引擎。长期霸占各大音乐平台日榜、周榜前列，多次斩获平台史诗唱片认证，这种统治力绝不是靠数据工具刷出来的，而是靠一首首经得起反复拆解、反复聆听的曲目实打实堆砌出来的。我始终认为，限购政策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一次市场筛选。它筛掉了那些只靠人设和包装的空壳企划，把真正的舞台留给了愿意沉下心来打磨音乐细节的创作者。当行业不再把首小时破纪录当成唯一 KPI， 而是开始关注1年后还有多少人在歌单里保留它的时候，华语乐坛的生态才算真正走向了良性循环。咱们再聊聊这张专辑在榜单和口碑上的具体表现。说实话，在限购时代能长期霸榜，难度比当年高出不止一个量级。现在听众的听歌渠道太分散了，短视频热歌、影视 OST、综艺现场音源轮番轰炸，一首歌能维持3个月的热度就算长寿了。但反身代词愣是凭借稳定的艺术输出，把各大平台的榜单变成了自己的常驻包厢。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周深这2年国民度的实质性跃升。以前大家提起他，第一印象多半是天赐的嗓音晚会压轴常客或者 OST 收割机。但反身代词把他从超级唱将的单一标签里彻底拉了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一个唱作人的音乐人格。专辑里从编曲的层次铺陈到词曲咬合的细腻度，都能清晰听到他深度参与制作的痕迹。这种从声音演绎者到自我表达者的身份转换，让作品拥有了极强的情感穿透力。
很多非粉丝听众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都特别实在，本来只是偶然点开，结果耳机里根本摘不下来，抛开任何滤镜，这张专的完成度确实高。说真的，这类评价往往比任何打榜数据都珍贵。它说明音乐已经成功突破了圈层壁垒，真正走进了大众的日常播放列表。当一张专辑不再依赖粉丝控评和话题炒作，而是靠作品本身的质感在路人盘里口口相传，这才是华语流行音乐最该有的健康状态。数字端的8000万固然耀眼，但更让我个人期待的是官方刚刚敲定的实体版5月预售。在这个流媒体随手一画就能听歌的快餐时代，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一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唱片？反身代词这次给出的概念是跨时空的音乐相逢。这个说法听起来浪漫，但落到实处，其实就是把数字音源里那种稍纵即逝的听觉体验，通过唱片材质、歌词本设计、视觉装帧，转化成一种可以收藏、可以反复触摸的温度。消息一释出，社交平台上立刻热闹了起来，不少乐迷都在讨论配置细节和收藏价值。我个人其实挺感慨的。实体专辑在千禧年前后曾是音乐产业的绝对命脉，后来被数字浪潮冲击的逐渐边缘化，很多人甚至断言它迟早会进博物馆。但现在的趋势反而证明，它正在演变成一种仪式感的载体。当你在5月的某个周末下午拆开塑封，抽出内页，看着实体介质在播放器里缓缓转动的时候，那种与创作者跨越时间对话的沉浸感，是任何高码率音源都无法替代的。周深团队选择在这个节点推出实体版，不仅是对近2年音乐旅程的一次实体化存档，更是对乐迷情感的一种郑重回应。它温和地提醒着我们，音乐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流，而是可以握在手里的有重量的记忆。从数据回归到创作者本身，反身代词这8000万的销售额对周深而言真的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这2年，他身上的公众标签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撕裂与重组。早期的他靠着一副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各大音综和盛典中频频出圈，大家惊叹于他的技术储备，但也难免会给他贴上技术流畅降 OST 专业户的刻板印象。但反身代词彻底打破了这种单向度的认知框架。他开始自己挑骨头、磨词曲，参与整体制作方向的把控，把那些藏在完美声线背后的个人思考、脆弱、反叛与温柔，毫无保留地铺陈在听众面前。这种蜕变，对于一个已经站在市场顶端的歌手来说，其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要主动跳出舒适区，去面对更严苛的审美审视，甚至要承担市场反馈不及预期的试错成本。但他偏偏就敢这么干，而且干得相当漂亮。我有时候会觉得，周深的音乐之路特别像一场安静却坚定的破壁实验。他不追逐短视频的碎片化节奏，也不迎合流量时代的速成逻辑，就是老老实实的把一首首歌写好、唱透。8000万是市场给他的阶段性认可，但我相信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创作过程中那种终于能用自己的语言完整表达一次的创作自由。随着实体专辑的落地，这场关于自我探索的艺术旅程还会继续向下扎根。我相信，以他目前的心境与专业积累，未来在华语乐坛的布局一定会更加从容、更加立体。不急于自证，只专注于音乐本身，这或许才是他最长久的核心竞争力。聊到这儿，其实心里挺有感触的。2026年的华语乐坛从来不缺爆款，不缺话题，但真正稀缺的是愿意花时间去沉淀、去打磨、去和听众建立长期信任的作品。反身代词用近2年的时间，一步步把263万张、8000万的数据走成了一部慢热但持久的口碑长卷。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限购限得住冲动消费，但限不住好音乐的自然生长。流量带得了一时热度，但带不了一世的回响。当5月实体专辑正式摆上货架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人愿意为这份反常规的诚意买单。而对于周深本人来说，这8000万从来不是终点线上的彩带，而是下一段音乐旅程的起跑线。在这个人人都想一夜成名的时代，有人愿意沉下心来，用作品和时间去对话，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音乐浪漫。咱们不妨放慢脚步，挑个安静的时刻，戴上耳机，好好听完这张专辑。毕竟，好音乐从来不怕等，它只怕你错过。未来的华语乐坛一定会因为这样踏实做音乐的人而多一些底气，多一些值得期待的可能。